最近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？身边好像突然一堆人在感冒，有人狂咳，有人喉咙痛，有人一直流鼻水，甚至一家人一个接一个中。明明天气还这么热，怎么感冒的人反而这么多？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，还真的不完全是错觉。台湾近期类流感就诊人数呈现缓升趋势，而且现在社区里不只有流感，新冠也还没有消失。更麻烦的是，普通感冒、流感、新冠一开始真的很容易搞混。到底最近在流行什么？怎么判断自己可能只是普通感冒，还是需要提高警觉？尤其出现哪些症状，真的不要再硬撑。今天一次讲清楚。先回答最多人想问的，最近真的比较多人感冒吗？根据疾管署近期监测，第32周全台类流感急诊就诊达到95011人次，比前一周略升 1.2%， 近期呈现缓升趋势。目前社区流行的流感病毒又以 A 型为主，占 89%， 而且疾管署从8月24日开始，一直到9月30日，特别扩大部分高传播族群的公费流感抗病毒药物使用条件，其中就包括学生、幼儿园与托育相关人员、长照机构人员，以及与流感重症高风险族群同住或照顾他们的人。所以最近你看到办公室、家里、学校周遭有人咳嗽、发烧，确实不是完全没有数据依据。但注意，有呼吸道症状不代表一定是流感。因为现在还有另外一个病毒没有离开，很多人现在只要喉咙痛、流鼻水，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普通感冒了，甚至已经很少有人第一时间想到新冠。但疾管署最新资料显示，新冠目前仍处于高原期。8月16日到22日这一周，新冠急诊就诊仍有24995人次。8月18日到24日，也新增59例本土重症以及19例死亡病例，而且重症病例主要集中在65岁以上长者以及具有慢性病史的人。所以最近大家嘴巴讲的“我感冒了”，背后可能是普通感冒、流感、新冠，甚至其他呼吸道感染，不能全部混在一起。那问题来了，我今天突然喉咙痛、流鼻水，到底是哪一个？先讲普通感冒，常见症状包括鼻塞、流鼻水、打喷嚏、喉咙不舒服以及咳嗽，症状通常比较集中在上呼吸道。流感就不太一样，流感往往来得比较突然，你可能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突然开始发烧、头痛、全身肌肉酸痛，非常疲倦，有些人会形容整个人像突然被打趴。至于新冠，同样可能出现发烧、咳嗽、喉咙痛、鼻塞、流鼻水、疲倦、肌肉酸痛。看到问题了吗？3种症状高度重叠，所以不要用一个症状就自己下诊断。例如，我没有发烧，所以一定不是流感，或者我还闻得到味道，所以一定不是新冠，都不能这样判断。症状只能提供线索，真的需要确认时，仍要依医师评估与必要检验判断。大部分健康成年人感染流感后，经过休息以及适当治疗，可以逐渐恢复。但有几类人需要特别注意：第一，65岁以上长者；第二，幼儿；第三，孕妇；第四，本身有心血管疾病、肺部疾病、糖尿病、肾脏疾病或免疫功能较弱的人。因为这些族群感染流感后，发生严重并发症的风险相对比较高，而近期疾管署公布的流感资料也很值得注意。本流感季累计重症病例中，63%是65岁以上长者，82%具有慢性病史，而且72%没有接种本季流感疫苗。所以如果家里有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，本身又有慢性疾病，最近突然出现明显发烧、全身无力、呼吸道症状，不要只跟他说感冒而已，多喝热水就好了。那到底什么情况需要提高警觉？疾管署列出的流感危险征兆包括呼吸急促、呼吸困难、嘴唇或皮肤发紫、
血痰、胸痛、意识改变以及低血压。如果出现这些情况，就不要继续在家等他自己好，应该尽速就医，尤其是原本就属于高风险族群的人。另外一个常见错误就是先撑个3-4天看看，如果真的感染流感，而且医师评估需要使用抗病毒药物，治疗时间其实很重要。你可能常听医师讲，流感要把握48小时，到底差在哪？疾管署资料指出，流感抗病毒药物原则上在发病后48小时内使用效果最好，而且如果医师依临床症状判断有需要，并不是一定要等实验室确认流感后才能开始治疗，但这也不代表超过48小时就不用看医生了。对症状严重、出现并发症或本身属于高风险族群的人，即使超过48小时，医师仍可能评估使用抗病毒药物。所以真正的重点不是自己冲去药局找克流感，而是症状明显高风险或开始恶化，就不要拖，让医师判断你到底需不需要治疗。其实防护方式没有什么神秘偏方。第一个，生病就在家休息，不要发着烧，咳个不停，还硬撑去公司或学校。第二，勤洗手，注意咳嗽礼节，咳嗽、打喷嚏时遮住口鼻。第三，如果自己有呼吸道症状，或者要进出医疗院所、人潮密集又通风较差的地方，可以适时戴口罩。第四，注意家里的高风险族群，尤其家中有长辈或慢性病患者，自己生病时尽量减少近距离接触。而且现在又碰上开学前后，疾管署8月25日也特别提醒，开学后校园人际交流增加，可能提高流感、新冠以及其他传染病的传播机会。因此，学生生病时应在家休息，并维持洗手、呼吸道礼节及环境通风。所以这一波真正需要注意的，不是现在出现一种超可怕的新感冒，目前没有证据支持这种说法，而是最近流感就诊正在缓升，新冠也仍然存在，再加上开学，人际接触增加，你身边出现呼吸道症状的人，自然可能变多。所以不要恐慌，但也不要把所有症状都一句小感冒而已带过去。最近如果你身边也开始一个接一个咳嗽、流鼻水、喉咙痛，可以把这支影片分享给家人朋友，尤其家里有长辈、慢性病患者，更要注意症状变化，轻症好好休息，高风险族群提高警觉，出现危险征兆就尽快就医。如果你喜欢我们把最近正在发生的健康消息，用简单不恐吓的方式整理给你，记得订阅健康笔记站，按赞并分享。我们下一支继续帮你追踪最近真正值得注意的健康消息。